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和我有一样的经历啊？就是在童年时期，寒暑假，父母在上班的时候没有地方去，一般呢会被带到单位，或者是寄送在亲属和朋友家中。每当到达一个新的地方啊，只要有电脑，首要的任务呢就是去寻找有趣的单机游戏。当年也恰逢是国产 RPG 最鼎盛的一个年代啊，很大的概率就会玩到《仙剑奇侠传》。对于我这个年龄段的人，仙侠世界观、御剑啊、镇妖啊、江湖儿女的一种启蒙。乐的是小情儿大，各位老铁们大家好，今天是情情又怀怀的摩尔牌位起啊，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由飞玩出品的李逍遥。关于这个人物，我觉得真的就没必要去说太多啊。但是对于《仙剑一》这样一个比较久远的 IP 啊，毕竟后续又有不同游戏的版本以及影视作品，相信大家对于李逍遥还是会有自己心中的一个形象。目前的话，这款产品还处于一个样板的阶段，不难发现啊，它的形象呢，实际是按照《新仙剑奇侠传》当时那个游戏峰会进行了一个3D 化的处理，还是符合我的一个认知。在当年玩游戏的时候，多数就是结合这个峰会，再去对游戏中马赛克一样形象的李逍遥进行一个脑补。产品本身呢是1:12的不宜可动人偶，全高呢大约在16厘米出头。整体看上去的话，首先在服装造型上，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去还原游戏本身的设计的，形象上还是偏古典、偏朴素的那一挂。对于我这种更情怀一点的玩家，或者是追求还原度来讲，这一点还是不错的。服装以及身形部分其实不必多说啊，从飞玩最早的风暴3人组，更近一点的，比方说这个刀马呀、李炳啊，这一套布衣结合着素体结构都是没什么问题。体型体态来讲保持的不错，就是在运动过程中依然能看到比较好的肢体或者说肌肉的线条。服装本身呢够轻，同时呢也够挺，自然的这个褶皱结合着边缘铁丝的处理，无论是常规摆放还是动态效果都会有一个不错的表现。而且本身这个服装的涂装效果吧，或者说质感方面，我觉得肉眼的观感还是不错的，还是能去对应上游戏原本的色彩。服装边缘铁丝的支撑性也很强啊，尤其是你可以搭配2个不同大小、不同颜色的这个披肩嘛，摆出一些很动态、随风飘扬的那种感觉都是没有问题的。腰带啊、护手啊，还有靴子部分还是采用的胶件啊，当然这个颜色上没有太多的差距，一体性来讲还是可以的。当然比较关键的还是这个头雕的表现啊，目前这个面雕的设计来讲是具备仙剑应有的复古或者说年代感。仅仅头部的配置就很丰富啊，3头雕3刘海，也就是说通过不同组合可以9种不同的造型。面雕部分表情做出了较大的区别，首先呢是偏严肃的、偏平静一点的常规形象，然后呢是龇牙的更战斗一点的造型，最后呢是雕着草叶，更温柔、岁月静好一点。刘海部分呢常规静止的状态，以及随风摆动的这样一个形象，还有那个向2侧去张开运动中的造型。这个细节刻画来讲，我个人觉得还是很不错。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常规形象下还有可动眼的搭配，精度来讲非常之高。因为我刚刚拿到手的时候啊，我以为他们3个都是不可调节的这个眼球，基本是看不出什么区别和差距的，是接近于你感受不到它有可动眼的一个状态。我之前也在说啊，就我个人觉得好的可动眼，就是让你感受不出来它有做出这样一个结构，一体性很强，展示的效果才好。因为一直有很多朋友是不喜欢可动眼这样结构的，就是因为在细节上去看会有一定的穿帮，因为可动眼会带来的眼睛眼眶放大、眼皮过厚、开眼角的一些 debuff 啊，这些在目前这颗头雕上是完全感受不到的，很难得。想在这样小的结构上实现目前的效果，我觉得它所做出的各方面投入都会比较高。这个真的很强啊！通过不同的发型搭配，结合可动眼，常规这个头雕就可以解决绝大多数的动态展示需要了。
另外2颗表情头在情绪表达上会更加到位，龇牙的形象啊，能看到无论是表情还有牙齿部分刻画都十分精细。这个在后续大货去制作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难点。叼着草叶的这个形象呢，叶片是单独的分件，目前来讲可以调整一定的角度。这个结构同样比较脆弱啊，未来大货的时候也需要注意强度。相比于之前2个更加温情柔和或者说浪漫一点，这个和我印象中就比较多情的这个李逍遥也会比较接近啊。就这3颗头很好的一点就是情绪上是完全不同的，我觉得就很符合李逍遥本身在游戏中就会有不同的那个情绪的呈现啊，这个是有刻画出来的。然后呢，主体部分的可动表现啊，咱们简单看。头部的话，首先后面这个发辫有单独的球状关节，可以左右上下的移动，头部也还 OK 啊。肩膀部分抬臂前后移动，手臂的曲肘，还是要说就是它这个布衣和素体的结合预留了空间，剪裁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嘛。腰部的话向前后仰相对会小一点，但是考虑到这里会集中堆叠一些衣物，加上有这个腰带嘛，也还 OK。腿部这个幅度就和胳膊一样啊，空间预留的比较多，侧踢几乎可以完成一个劈叉，然后前踢屈膝。脚踝部分的话，做了一个比较聪明的设计啊，就是它分体的这个靴子上端是可以向上移动的。调整之后，脚腕部分会有更大的接地空间，就兼顾了前脚掌的上抬以及这个脚踝可动的一个表现。脚底呢也具备这个磁铁磁吸，可以依靠这个做一些单腿站立啊，还有战斗造型。整体而言的话，这个可动对于一个布衣人偶来讲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准。虽然说谈不上那种很夸张超可动啊，但是像做一些类似于盘腿的造型啊，或者较大幅度的战斗姿态都是能够应对的。而且像这个腿部啊、脚踝部分呢，还有这个服装剪裁上，还是对这个可动做出了专门的设计，还是比较花心思。动态造型下，它这个服装啊以及内部的躯干都会有一个比较流畅的真实的一个表现。然后就是配件部分啊，首先3把剑，木剑、这个无尘剑，还有可以当做载具的七星剑。木剑的这个刻画我更喜欢一些啊，质感来讲不错的，表面也能看到对于游戏中形象的一个还原。这里呢也搭配了2个皮筋拴在这个鞘的部分，可以实现背负。在大货的时候也会有一个专属的支架，以供单独展示。重点要谈的还是这个大一点的七星剑，它内置了2个磁吸的点位，一前一后，正好对应这个脚底板这个磁铁，吸附好之后很牢固啊，稳稳的做出一个御剑飞行的姿态。真正实现这个御剑飞行，我还是第一次玩到，很有趣的啊。本身这个巨剑它做的比较轻盈，是可以完美贴合在脚底的，单腿吸附的情况下，它也不会脱落。主体这可动也比较优秀嘛，所以你搭配这个御剑，同时可以做出一些更现代的，像这种滑板竞技的一些动作啊，好玩的啊，我觉得很有趣。这个大剑呢，你也可以直接握在手中，可以搭配一些很剑锋、很格斯的那种形象啊。然后是一些比较小的配件或者说道具啊，首先这个葫芦本身质感刻画不错啊。绳子绳结部分是用了胶件，组装好之后可以挂在腰间。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彩蛋吧，就是你把上端这个塞子拔下来，能看到里面藏了一个小的这个木剑啊。然后是一个黄符，底端也做了一个开口，本身这个目的呢是让你插在手型上啊，催动符咒的一个感觉。当然了，我觉得你和剑刃直接搭配起来也 OK， 像是把符咒扔出去，然后拿这个木剑捅一下那种。小钱袋造型来讲也足够还原，这个和专属的这个手型可以进行一定的联动。这款在手型配置上也是非常之丰富啊，算是飞玩一贯的一个传统，各式各样的不同功能的手型，精度来讲不错，皮肤啊、指甲呀都有做出真实感的一个设计。挑几个重点讲一讲啊，和武器所搭配的
反向持剑的伸出食指的这个握持造型，我觉得它的这个力量感更强，更适合于这种国风仙侠题材的一个握剑造型。不光是反握啊，就正常正握拿剑我也比较爱用这个。然后是可以抓握葫芦，还有这个钱袋的造型，伸出两指念咒语的这个形象呢，可以直接联动黄符。额外还有握持七星剑的这个手型啊。整个体验下来，首先这一套产品啊，它的配件是非常之丰富。未来的话还会有一个 DLC， 就是这剑阵的扩展包，多枚飞剑以及专属的支架，实现一个操纵飞剑那个造型。主体本身形象设计上还是对最经典的那一代李逍遥做了一定的还原。当然了，就还像我之前说的，这样一个经典人物，时间又很久。可能李逍遥已经是一个千人千面的形象了。从我个人而言，这3枚头雕以及不同的搭配都是很符合我心中的一个期待的。而且随着年龄增长，我也逐渐会有一个不太确定的想法，就是类似于李逍遥或者仙剑这样的 IP 经典的故事，可能在我的认知里是一个非常大众的，所有人都能了解的内容一个东西啊。但是可能放在当下做这种产品上，它却未必是一个很大众、所有年龄段都能覆盖的一个选择。能去把这样一个经典 IP、经典形象制作成玩具，很大一部分是本身飞玩对于李逍遥或者说仙剑的一个情怀所在。而且在我个人的体验上，丰富的配件以及主体啊，像头雕细节这些刻画打磨上，也能感受到用心之处。客观而言的话，我也一直觉得飞玩的产品其实是最接近于6边形的很能打的玩具。形象上很考究，同时也有精益求精。技术上，这次又加入了一个超小的这个可动眼的调整机构，可以说它目前的呈现上已经超越了很多我个人体验的1:6的头雕。可动以及手感部分掰起来的阻尼感呢，包括有一些小细节也一直在进步。配件配置上可以说是一应俱全。再考虑到性价比以及售价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更不必去谈及太多。总而言之啊，这一款李逍遥在形象外观上是复古的，是具备年代感，设计上没有加入太多现在那种花哨的花纹啊、复杂的造型啊，这一点我非常的认可。没有什么是比原汁原味的去呈现曾经的这个造型更加有情怀。然后在产品搭配及玩法上，它又是很现代的，刘海替换、可动眼以及磁吸加飞剑御剑，包括大剑持有的这个种种造型的考虑，对于爱掰玩具、爱做玩具摄影的这一类玩家，绝对是非常的满足。当然，在未来大货出货的时候，对于这款李逍遥，个人也非常希望它在这些细节精度，尤其是面部啊，像可动眼的这个设计上，保持目前应有的一个水准。也希望飞玩在后续可以继续去挖掘类似的情怀向的 IP 啊，曾经童年只能在电脑中玩到的、体验到的，甚至是像素风格马赛克那样的形象，做成现在能够站在你桌面上的这种有趣的玩具。然后呢，这一期呢就分享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